美丽的并未回答。
Vamos a entrar. 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女警员瑞娜捡起武器开始反击。在激烈的对战过后，最终众人齐心协力抵住了这波攻势。可是激烈的枪声让绿区的人们也开始惶恐不安。这些人有一部分神经有问题，他们直接挟持了西蒙和女医生，同时趁着狱警胡子哥不注意，直接背后偷袭了他。另一边，胡果的儿女们不小心来到了红区内。当犯人们看到2个小孩，随即便打开了大门。看来一些区域因为电力崩断已经损坏了，长此以往下去，犯人们必将无法控制。好在狱警找到了备用电源，伴随着电力的开启，整座监狱再次明亮了起来。而西蒙趁此机会直接摆脱了男人，往外跑去。女医生小美也被推了出去，因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情况不明。胡果和瑞娜冒险偷偷溜进了前面，他们避开其他的黑面人来到了办公室里，然而看到的只是儿女们的留言。胡果心感大事不妙，与此同时一阵警报声传来。等胡果和瑞娜赶到楼顶时，原来是一辆消防车驶了过来，而黑面人似乎提前知道，已经换好了监狱的工作装。走到门口的老大让众人见机行事，消防员刚走下来，男人就表示仓库只是着了场小火，他们已经扑灭了，所以辛苦各位白来一趟。但消防人员却坚持要查看一番。¿Dónde está la Guardia Civil? Richie. 等胡果和瑞娜回去后，领头人用对讲机和消防总部联系，他谎称车子损坏，需要在外维修1晚上，直接骗取了对方的信任。而胡果和瑞娜准备返回绿区时，也碰见了那个武装小队的女人。通过对话得知，这些人并没有发现胡果的孩子。而至于为什么要劫走西蒙，女人表示上级不希望他出现在明天的
站在他这边。生气的锤子哥只能走开。然而当他来到小雷的面前时，小雷却说出了一个令他更加震惊的事，那就是外面的武装小队可能都是警察，而且是当初陷害自己入狱的警察。锤子哥询问胡果是否知道，小雷表示他应该不知道。此时的胡果也收到了小美的对话，小美和另一个狱警并未有事，他们躲在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。不过因为死了太多人，小美也快崩溃了。她想让胡果交出西蒙，而西蒙却直接切断了双方的对话。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交出去也挽救不了那些人的命，何况他的女儿还在西蒙的手里。此时黑面人再次开始切割红区最后的防线，为了防止悲剧再次上演，这次胡果决定联合囚犯一起主动出击。他再次联系了小美他们，希望他们能配合自己。于是趁着其中2人聊天时，男人直接偷袭了其中1人，剩下2个女人大眼对小眼。黑面人掏出武器的瞬间，直接被打掉在小美面前，而他也趁此机会反手勒住了男狱警的脖子。突然一声枪响，原来是紧张不已的小美，同时他将武器瞄准了女人。男狱警赶紧通知了胡果，于是胡果带领众人来到了门前。同时男狱警拿了一把烟雾枪，他悄悄地走到正在切割大门的黑面人后面，一连发射了几枚，然后缓慢地退了回去。当黑面人感知到烟雾后，他们开始慌乱地朝后退去，一些人迫不得已躲进了房间内。等了没多久，胡果拉开窗口，看到地上还趴着几个被枪坏的人，他赶紧命令人员打开铁门。随着大门的开启，这群精神不正常的犯人开始释放本性。蒙面人就这样被活活打死。胡果让胡子哥悄悄地带走了1名幸存者，而小美和男狱警也趁着这次机会，带着对方的1名女人溜了进来。当锤子哥带着胜利的喜悦走进来后，这些人也拥有了自己的武器。事后胡果和西蒙找到其中1名幸存者，他想弄明白是谁在指使这些。同时胡果也知道了对方警察的身份，西蒙说出了2个名字让其判断，但光头男似乎也不知道。就在胡果愤怒的质问时，瑞娜却拿着武器走了进来，他指着西蒙让胡果说出真相，否则就直接开枪。胡果无奈说出了女儿被绑的信息，看到对方为了1个人而牺牲了那么多人，瑞娜气愤地指着西蒙将胡果绑起来，然后准备带着西蒙和其他的黑面人做一场交易。这个叫莎拉的女孩是个数学
如果胡果不打电话给那对夫妻，那么他的大女儿将永远消失。没办法的，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和下属商议假意投降，自己带西蒙趁机溜出去，看能否找到手机信号并呼叫支援，但遭到了狱警胡子哥的拒绝。他不同意让西蒙离开，因为瑞娜的死被西蒙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让胡子哥以为是西蒙杀害了自己的同事。他让胡果去顶楼的最高点试试能否找到信号，这里的信号是莎拉屏蔽的。他曾说最高点或许有信号。在离开之前，胡果询问西蒙对方的联系方式，因为胡果将瑞娜推下楼的把柄在西蒙这里。西蒙说出了联系中的密语，只有说出密语，对方才会相信胡果，从而不会对其女儿下手。就这样，胡子哥找到了光头男，表示这边愿意投降，而且可以交出西蒙，但前提是他们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人。光头男同意了，随即胡子哥带着他来到了西蒙这边，表达了诚意。光头男询问典狱长在哪，胡子哥表示自己不清楚。于是光头男开始和外面的老大联系，他将目前的情况说了一遍，而外面的人为了防止有诈，他们将一群人质顶在前面。当胡子哥将铁门打开后，黑面人迅速攻了进来，所有的狱警都被要求蹲在地上。黑面人老大愤怒地走到西蒙面前，怒问西蒙是如何办到的，他背后的人又是谁？西蒙依然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。与此同时，胡果溜进地下仓库后，开车猛然闯出去。时间马上来不及了，他直接来到楼梯口，然后奋力地朝楼上跑去。此时的锤子哥刚准备好逃离这里，然而在拿到钥匙的下一刻，黑面人便挡住了他们。另一边的夫妻看到时间已经到了，他们直接来到胡果女儿这里准备动手。丈夫似乎还没有做好杀害无辜的准备，女人表示由自己动手。跑到楼顶的胡果到处寻找着信号，时间已经过去了2分钟。就在女人拿起枪准备结束胡果的女儿时，电话响了起来。胡果说出了暗语，并表示自己要跟女儿通电话，然而大女儿却突然间抽搐起来。夫妻两个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此时的胡果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他不停地打着电话，甚至跪在了地上。原来大女儿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，此时因为惊吓过度，让其心脏病突然复发，没多久便昏死了过去。胡果痛苦地大叫着，真是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。当黑面人老大赶到时，他也放弃了抵抗。男人揭开面罩，看着面前的胡果，他愤恨地说道：如果胡果早点配合，就不会弄成现在的局面，还死了那么多人。即使对方绑了他的女儿，自己也可以让军方帮忙寻找，而不是现在让这里充满着警察和囚犯的尸体。随即便狠狠给了他一拳。但胡果也反问对方，究竟是谁在指使他做这一切？为什么西蒙不能出现在第2天的法庭上？男人并未回答，只是说一切都不重要了，说着就要解决胡果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响起了警报声，只见大批的警察正在赶来。胡果随即说道，如果他想活着离开，目前只能和自己合作，自己可以不说出去他们警察的身份，甚至可以帮助隐瞒，但前提是他们得救出幕后的黑手。没人能提前知道西蒙会被转移这里，那个人显然将胡果和男人背后的势力都算计了进来。不顾这些人的死活，这个幕后之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黑面人权衡利弊后，最终答应和胡果合作。而他背后的高层也收到了消息，得知手下没有将事办成后，他决定亲自前往现场。风球长夜第1季基本上到此结束了。看完后，相信很多人都感到懵逼吧。本以为这只是一部爆燃的迷你剧，没想到导演挖的坑比梦魇绝症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也符合戏剧的一贯风格。我研究了好几遍都没能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，本着不断更的精神，只能大概将主要剧情讲给大家听。以下仅代表个人观点，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政府高层之间的博弈。黑面人所属的一派一直以来都在暗中做着不可描述的坏事，常常为一些变态的高层处理案发现场，甚至找一些替死鬼。连环杀手西蒙无意中发现了这些证据，在被捕后，高层为了防止他在法庭上说出来，便将其安排进了胡果所在的监狱。黑面人的上层其实和胡果关系也不一般，后面有一张图可以说明这一切，同时包括那对夫妻，本应该顺理成章的带走西蒙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更大的幕后黑手。显然他和黑面人这一派站在对立面，但为达目的也是不择手段。他利用了胡果和那对夫妻，而且不在乎这些人的死活，因此导演了这场戏。以上也是个人猜测，除非有第2季可以填坑。